你有没有发现，人生很多痛苦，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你停不下来。明明已经累了，还硬撑；明明关系已经不对了，还想挽回；明明局势已经不适合前进，还逼自己一定要冲；明明心里知道该放手，却又被不甘心、面子、恐惧、欲望推着往前走。所以易经第52卦艮，真正要谈的不是消极，不是逃避，也不是叫你什么都不要做。艮卦要告诉我们的是，一个人最难的修行不是开始，而是知道何时停止。艮卦的卦象是艮上艮下，两座山重叠在一起。山不是没有力量，山是很有力量却不乱动。山不会因为风吹就改变方向，也不会因为云来了就失去位置。山的力量不在于奔跑，而在于稳定；不在于冲撞，而在于能够安住。艮卦的卦辞说：艮其背，不惑其身，行其庭，不见其人，无咎。这段话很深。艮其背意思是指在背上，背是人身体中比较不容易被情绪牵动的地方。你看到一个人的脸，容易看到表情；看到眼睛，容易感受到欲望；看到手脚，容易想到行动。但背部比较安静，没有那么多反应。所以艮其背不是说真的只看背，而是说当你要停止一件事时，不能只靠情绪，不能只靠冲动，不能只靠嘴巴说我要冷静。你要让自己从欲望的正面退一步，退到一个比较安静的位置。当你不再被眼前的人事物牵着走，你才会重新看见自己。不惑其身是说你不再执着于这个自我。很多时候我们停不下来，是因为太在乎我不能输，我不能被看不起，我不能承认我错了，我不能让对方离开，我不能让这件事失败。可是越是抓住这个我，越容易迷失。行其庭，不见其人。就算你走到庭院里，看见很多人来来去去，也不被他们干扰。这是一种境界。你仍然在人群里生活，仍然要工作、谈感情、处理家庭、面对金钱与责任，但你的心不再被外界每一个声音拖走。所以艮卦不是叫你躲进山里，而是叫你在人生现场里练习心中有一座山。外面有风雨，你不乱；别人有情绪，你不跟着爆炸；事情有变化，你不急着失控。能做到这样，就无咎，没有灾祸。大象传说：兼山艮，君子以思不出其位。两座山相叠，这就是艮。君子看到这个卦象，就知道自己的思虑不要超出自己的位置。这句话对现代人太重要了。很多人的焦虑不是来自眼前真正要处理的事，而是来自想太多不属于自己位置的事。你只是员工，却每天替老板烦恼整间公司的命运，结果把自己累到崩溃。你只是朋友，却想控制对方的人生选择，结果关系越来越紧张。你只是伴侣，却想掌控对方所有情绪与行动，结果爱变成压力。你只是刚开始做一件事，却一直想3年后、5年后会不会失败，结果连今天该做的第一步都做不好。思不出其位，不是叫你没有远见，而是提醒你先把自己位置上的事情做好。你现在能负责什么，就先负责什么；你现在能改变什么，就先改变什么。你现在不能控制的，就不要把它拿来折磨自己。艮卦的核心主题就是懂得停，才是真正的前进。接下来看6个爻辞，就会发现艮卦其实是在讲一个人从身体到心念，从外在行动到内在修养，如何一步一步学会停止。初六说：艮其趾，无咎，利用真。趾就是脚趾，是行动刚要开始的地方。艮其趾就是在事情刚开始，脚刚要动的时候，就知道先停一下。这一爻对应人生中的第一种情况，当你准备冲动行动时，要先停。例如你很生气，想立刻传讯息骂人；你看到投资机会，想立刻把钱投下去；你听到一句话不舒服，想马上反击；你被情绪推动，想做一个可能后悔的决定。
这时候艮其止就是提醒你脚先不要踏出去。很多灾祸其实都不是发生在大错已成之后，而是发生在第一步没有停住。你只要在第一步多停3秒，多想一下，多睡一晚，结果就可能完全不同。无咎，利永贞，代表这种早期的停止是好的，而且有利于长久守正。真正厉害的人，不是犯错后很会补救，而是在错误还没开始前就能踩住刹车。62说，艮其腓，不整其随，其心不快。腓是小腿，脚趾停住了，但小腿还被上面的力量牵动。这就像一个人明明知道不该继续，却还是被环境、关系、习惯、责任拖着走。这一爻对应人生中的第2种情况，你想停，但你停得不完整。例如，你知道这段感情让你受伤，但对方一找你，你又心软。你知道这份工作已经消耗你，但因为害怕改变，只能继续忍。你知道某个朋友一直带来负能量，但又不好意思拒绝。你知道自己该休息，但手机一滑又是2小时。不整其随，就是你没有救回那个被拖着走的自己。你的理智知道该停，但你的惯性还在前进，所以其心不快。人最痛苦的状态，就是心里知道答案，行动却还做不到。这一爻给我们的建议是，不要只在表面说停止，要处理背后的牵引力。你戒不掉一件事，不只是意志力不够，而是那件事背后满足了你的某种需求。你离不开一段关系，不只是你笨，而是那段关系牵动了你的安全感、孤单感或不甘心。你要真正停下来，就要看见自己被什么拉着。93说，艮其陷，列其营，利熏心。陷是腰部，营是脊背2刺的肉。这里讲的是停在身体中间，好像把人硬生生卡住，结果造成撕裂与痛苦。这一爻对应人生中的第3种情况，不是自然的停止，而是压抑式的停止。有些人表面很冷静，其实心里充满怒火。表面说没关系，其实每天都在忍。表面说我放下了，其实只是把痛苦压到心底。表面说我不在乎，其实一想到就心痛。这不是艮卦真正的止，这是硬忍。硬忍久了，就会利熏心。危险的情绪一直熏灼你的心。你以为自己很有修养，其实只是把情绪锁在身体里。你以为自己没有爆发，其实只是还没爆发。所以这一爻提醒我们，停止不是压抑，冷静不是麻木，放下不是假装没事。真正的止，是我看见情绪，但不被情绪控制。我承认受伤，但不让伤口决定我的人生。我知道自己有怒气，但不让怒气变成破坏。当你只是把自己卡住，不让自己感受，不让自己说，不让自己动，这种停止会变成内伤。4爻说，艮其身，无咎。到了这一爻，已经能停止整个身体。这代表一个人开始有自我管理的能力，不只是脚停，也不只是忍住，而是整个人都能安定下来。这一爻对应人生中的第4种情况，面对混乱时，先稳住自己。你可能遇到工作压力，事情很多，大家都在催。你可能遇到家庭冲突，每个人都有意见。你可能遇到感情问题，对方忽冷忽热，让你心神不宁。你可能遇到财务压力，很想乱做决定。这时候艮其身就是告诉你，先不要急着解决所有问题，先让自己不要乱。因为人在慌乱时做的决定，常常不是智慧，而是逃避焦虑。你越急着处理，越可能处理错。你越想马上得到答案，越容易抓到错的人、错的方法、错的方向。先睡好，先吃饭，先整理环境，先把呼吸稳住，先把今天能做的事做完。当你的身体稳了，心才会慢慢稳。当心稳了，判断才会回来。无咎代表这样做没有问题。有时候别人会觉得你怎么不赶快行动，但你要知道，真正重要的不是动得快，而是动得对。65说，艮其辅，言有序，毁亡。辅是脸拔两侧，也与说话有关。艮其辅
就是停止嘴巴的躁动，让言语有秩序。这一爻对应人生中的第5种情况，说话之前要先停。很多关系的破坏不是因为事情真的不能解决，而是因为话说得太快、太重、太伤人。很多职场冲突不是问题本身很大，而是表达方式让人下不了台。很多家庭矛盾不是没有爱，而是每次一开口就变成攻击。艮其辅提醒你，真正成熟的人不是什么都敢讲，而是知道什么话该讲，什么话不该讲，什么时候讲，用什么方式讲。言有序，不是叫你闭嘴，而是让语言有次序。先讲事实，再讲感受，先问清楚，再下判断，先说自己的立场，不急着否定别人。尤其在情绪高的时候，最重要的不是赢得辩论，而是保住关系与局面。如果你正在气头上，先不要回讯息。如果你觉得委屈，先整理自己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。如果你要提出批评，先想想对方听完是会理解，还是只会防卫。能管住嘴，就能减少很多后悔。所以爻辞说悔亡。人生很多后悔都是一句话造成的，人生很多转机也是一句有分寸的话带来的。上九说敦艮吉，敦是厚实独厚，敦艮就是停止已经不只是技巧，而是变成一种深厚的修养，这是艮卦最高的境界。前面几爻的停止可能还是因为害怕犯错，因为局势不利，因为需要忍住，因为要避免后悔。但到了上九，停止已经成为一种内在的稳重。这一爻对应人生中的第6种情况。当你真正成熟后，你不再需要靠外界提醒才停得下来。你不会因为别人一句刺激就失控，不会因为一点利益就失去原则，不会因为一段关系就放弃自己，不会因为短暂的掌声就忘记方向。你知道什么该追，什么不该追，什么值得坚持，什么应该放下，什么是你的责任，什么不是你的位置。这种人看起来不一定很会表现，却很可靠；看起来不一定很强势，却很有力量。因为他的心像山一样，有厚度，有界限，有定力。艮卦最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核心就是，真正的停止不是人生的中断，而是智慧的转折。在这个时代，每个人都被鼓励要更快、更强、更多、更成功。你要更快回讯息，更快做决定，更快赚钱，更快证明自己，更快追上别人。可是易经艮卦却反过来提醒我们，不是所有速度都值得追，不是所有机会都该抓，不是所有情绪都要回应，不是所有人都要挽留。有些时候停下来是为了避免错误扩大。像初六，脚步刚动就停，是保护自己。有些时候停下来是为了看见自己为什么被拖住。像六二，你要找出牵引你的惯性。有些时候停下来不可以只是硬忍。像九三，压抑太久会伤心。有些时候停下来是为了让身体与心重新稳定。像四爻，先稳住自己才有能力处理事情。有些时候停下来是为了让话语不要变成刀。像六五，管住嘴就能少很多后悔。有些时候停下来是因为你已经有了真正的定力。像上九，敦厚而止，所以吉祥。如果你现在正处在人生的混乱里，艮卦给你的建议是，先不要急着问我要怎么冲出去，先问自己，我现在该在哪里停下来。如果你正在一段痛苦的关系里，先停下讨好，停下幻想，停下反复消耗自己。你要看清楚，这段关系到底是在滋养你，还是在拖垮你。如果你正在工作上感到压力，先停下比较，停下过度承担，停下把所有人的期待都扛在身上。你要回到自己的位置，做好你该做的，不要把整座山都背起来。如果你正在金钱上焦虑，先停下贪快，停下赌徒心态，停下用恐惧做决策。真正能累积财富的人，通常不是最冲动的人，
而是最能控制自己的人。如果你正在情绪里打转，先停下责怪，停下反复回想，停下把伤口一直翻开。你可以承认痛，但不要住在痛里。你可以面对问题，但不要让问题吞掉你。如果你正在人生十字路口，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，艮卦告诉你，有时候最好的下一步就是先不要急住下一步，先站稳，先看清，先让心安定。当你真的安定了，方向自然会浮现。艮卦不是叫你永远停止，而是教你在该停的时候停。因为不会停的人，走得越快，错得越远。懂得停的人，即使暂时不动，也是在累积下一次正确前进的力量。人生不是每一场仗都要打，不是每一句话都要回，不是每一段关系都要留，不是每一个机会都要抓。真正的智慧是知道此刻该进还是该止。山不说话，却能让万物知道它的位置；山不奔跑，却能长久存在。艮卦要我们学的就是这种安住的力量。当你心里有山，你就不会被每一阵风带走。当你知道自己的位置，你就不会被别人的节奏拖乱。当你学会停止，你才真正开始掌握自己的人生。所以易经第52卦艮送给所有正在焦虑、拉扯、疲惫、停不下来的人一句话：不是所有问题都要用前进解决，有些人生的关卡必须靠停止来通过。你最近最需要停止的是什么？是一段消耗你的关系？是一个让你焦虑的念头？是一种冲动的说话方式？还是一个明知道不对却停不下来的习惯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，也许你的停下来正是你人生重新开始的地方。